这个建筑为什么好看？建筑师悄悄做了哪些努力？水燕飞设计的大悦之野民宿，第一点，我们先从这根柱子说起，看得出当地的施工水平比较差，柱础和地面都没有建在一个高度上，于是建筑师把柱础周围也挖下去，来化解这个施工误差，保证清晰的交接关系。那又担心下雨天会积水，所以还得做一个水槽，细细的就像装饰一样，非常讲究。然后再用一块石头，石头本身不平整，这是在用一个尺寸很模糊的东西来化解台阶和室外地平的施工误差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这小小的差不多2平米的地方产生了多少细节，要耗费多少心思。这也是为什么大辉见过很多优秀的设计师，他不愿意投身到乡建，因为钱少事儿又多，施工水平和造价呢，又会导致最后呈现的结果很差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水燕飞这样的民宿能达到这么好的呈现，真的很难得。第二点，讲讲开窗。常规的开窗思路一定是去简化窗户的类型，这样既可以加强外观的整体性，又可以通过标准化来减少工作量。可是在渔村民宿里，大大小小竟然开了10几种不同尺寸、不同做法的窗户。北面的工区开的是整块的大窗，这也是为了回应北边较好的景观。南面的客房部分对应的景观比较差，所以开的小窗。小窗户对外的私密性很好，但是呢，室内感受会过于压抑闭塞，所以这个斜切面非常巧妙，它让房间里的感受变得开敞，化解了室内外对于开窗大小的矛盾。第3点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做设计一定要先有一个概念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概念，把整个建筑串在一起，那就会被同行说你根本就没有学过设计。可是在水燕飞这个民宿里，基地形状是什么样的，房间就怎么布置，村子的风貌是什么样的，造型就怎么来，房子周围有哪些景观，我的窗户就向哪边开，施工队又整出什么幺蛾子，我就想了什么节点去化解它。在这里面没有先入为主的概念，也不在意所谓的几何关系和黄金比例，每一步都是在回应建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每一个细节都能看到故事。那这个建筑就先说到这儿。